我很幸运被一部分人喜欢吧。还可以这风。那个时候也年轻气盛嘛。现在呢，属于一个更新期。哇，好帅哇！大片，拍树短的一个老人家了。我现在不在顶端，我一直都是一个爬行者。我经常是在一些感受的环境下去摸索我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生活。如果说这个给我的环境因素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那我可能就会持续在这条路上发力。真的叫我们了吗？你那是长腿的吗？就在一楼，就在这儿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一条抽象啊，又抽象啊，没那么抽。拍一下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申浩南。入行的话呢，从拍短剧开始，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。以他目前的状况，强行唤醒会有死亡风险。好久不见，继续。真身是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。拍竖屏最开始的时候，环境各方面其实是比较艰苦的，条件不是很好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家里人其实更希望我的是赶紧回老家。我从重庆去往横店啊，或者那些城市，因为见不到我，我妈就心慌。她心慌的话，她就老让我回重庆。她说你要找一个稳定的班上。但是我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想往前冲的那个想法在，所以就没有愿意回去做早9晚5的工作。今天行程主要就是在沙滩旁边，然后我们要打造自己的一个小商铺。之后我们会去村落里面逛一下，这个村子里有很多就是关于当地人的一些风土人情，然后要去了解一下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村民，Hello，村民，我是村民1号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来采访他一下，来，这个村子里是过得怎么样啊 NPC， 他没有。人间享福。3、2、1，出！哒啦啦哒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哒啦啦哒。好。你学的是播音主持嘛，而是选了演戏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我觉得是机缘巧合。大2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有电视台的找过来，实话讲是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恰到好处，那个时候有关于演艺方面的一些内容交到了自己的手里。那我觉得说，我可以去尝试一下，而且当时我可以挣到生活费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这条路，有这个勇气，然后去给学校申请，然后要去外出去拍摄。慢慢的发展到了现在吧，都是跟表演相关。之前我就不是一个对我自己人生一定要怎么样一个规划的，但是我是其实有一点点丝丝的梦想的。就我最开始还是想做医生的想法，其实因为家里面很多人都是从事医药方面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，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。我经常是在一些感受的环境下去摸索我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生活。我当时如果说这个给我的环境因素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那我可能就会持续在这条路上发力。我会做糖醋排骨，还会做可乐鸡翅，我也是。咱们这能不能整点咸口的呀？番茄炒蛋。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进去拿东西。可以啊。这个进，也不能碰到铃铛，碰到铃铛就得重新换下一个人进。或者让他们听不到铃铛响也行。那你去，我开始给他，这样我去爬，然后你去舞他们那儿。不，我给他们唱歌。喂啊嘞，喂啊嘞，喂啊嘞。你可以盖过铃铛的声音。咱俩一起。来，喂啊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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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爬呀！快爬呀！用力！哎，不，我知道了，小姨，我在外面。怎么就快！我来，我一把可以把全部物资都拿。真的假的？有鸡呀！里面有鸡，里面。我天啊！出来了，小雪好厉害。综艺的录制，不用去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因为一切都是意外。
对，因为我没有脚本，他肯定不会把我往死里整嘛。我想，那我肯定就是放松一下，就当来玩儿。但我能够大致的预料到哈，这个东西我觉得用脚想应该也知道，就是他们会给我制造一些喜出望外的东西，比如早上起来最狼狈的时候，比如你在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突然来砸你的门，然后把你叫出去。这一点我还是预料到了。自由分为2组进行对抗，根据输赢结果决定吃豪华午餐下午餐。其他队友可以利用桌上的美食诱惑对方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放弃了。你跟他口臭，他更不想见我。可能会差别错。快吃啊，好啦！快吃！不要咽，不要咽，什么？不要咽，你可以吐出来。没有。哎呀哎呀！你可以吐出来。喉结动了。不行。喉结动了，喉结真动了。哎呀！为了这个游戏。啊，好吧。喂，来，导演组上菜。编那个饭，那个时候我是最有胜负欲的，就是一定不能流口水。那个叫什么袋子塞到我嘴里了，其实我当时一直在流口水，我真的好想吃。你像小姨他们都是吃到那个就把它吐掉了，其实我都舍不得吐，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赢，因为赢了可以吃大餐。他是他打招呼，所以他要从旁边这样迈。粉丝好，你粉丝名叫啥？不是，天翔。来，3、2、1，一人做一个搞怪姿势，好吧？不要帅的啊，要搞怪。老师，就必须得让你们发笑。正面，对，好。3、2、1，哎，看镜头，这里看这里。哎，可以。有一种年少时候的那种协作之后的那种团结荣誉感在内心，就这种感觉还是很少有。在这场拍戏当中的时候，其实这种就是由活动带来的感受要少很多。这个是我平时很爱喝的那个速溶冻干咖啡，具体的话就是想购买这个可以点击那个下方链接。如果特别困的话，可能喝个4、5杯。其实喝到4、5杯的时候也没啥，该困还是困。除了喝咖啡，其实还有什么小秘招吗？平时日常可以吃一些维生素 B 族，然后还有钾片啊那些，对，它可以让人兴奋一点点吧。还有牛磺酸。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在于失眠这一块儿，我失眠特别严重，就喝了咖啡也昏沉，不喝那就完蛋。尝一下这个，早上你们会有胃口吗？没有。咖啡喝的时候我没什么胃口。啊，我现在要补妆吗？但是这样就这一段得咔掉，对对，没事，你继续录着，只是节目效果。因为我希望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是一个，就是我一睡醒就是这样的状态。我喜欢这种虚假的东西。这如果说我可以穿越哈，我一定要提醒那个时候少吃点那个时候的盒饭，太不健康了。我那个时候但凡对自己舍得一点，我一定要劝自己所挣的大部分花销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，多给自己买点肉吃。那个时候吃盒饭，我真的觉得伤了我大部分的元气。天天整那种魔芋，早上吃8个鸡蛋，然后包子啊吃4、5个。有时候那组里放的一些饭啊，他鸡蛋没给我买够，他有的时候给了那个烂鸡蛋，真的，我是明白营养的搭配的。那个时候我都不点外卖的，我就运送费我都可以买2个蛋的，我就自己跑到哪个地方买蛋的地方，我真的会买很多鸡蛋。拍竖屏也是比较辛苦嘛，那最多好像有8天200集这样的强度。拼命的过程中，身体有发出过什么警告吗？高强度工作下肯定会有，就是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你要了解一些日常的一些保健知识嘛，如果实在不舒服的话，平时还是要备速效救心丸。前几年，天哪，那神采奕奕的，那能熬啊！那时候那8天200集，而且那个时候八天200集，200集180集都是暴力戏份，全都是那种大情绪，一上来就高强度的，而且你是身台形表全方位的爆炸式演法。谁敢这个不斩杀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上师，你现在突然让我这样来那么。
发光发财。哎呦，这个角度，哇，好帅哇！大片，我的天，真的吗？有那种哇电影的感觉吗？哇，重庆森林，真的吗？那我这样，我来个出场，可以拿龙标的那种效果吗？OK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你们是身处一个赛道，就竞争会比较激烈嘛，但其实大家都玩的还挺好的，是吗？有竞争吗？丝毫没觉得有竞争。这一次来这体验的这个感觉真的没有竞争，只有互相帮助。我感受到的只有这个。那你自己就是一直稳稳扎根于行业的顶端，你自己会有危机感吗？我在顶端吗？我现在不在顶端，我一直都是一个爬行者，在中段沿途欣赏着风景的爬行者。我觉得我有时候太佛系了吧，边走边观望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正因为我是在这样一个不停前行的一个阶段当中，我才会说话有一点点肆无忌惮。我们先走个戏可以吗？别走了，快来吧，还走戏？走个戏吧。即兴要什么走戏啊？下一组带着题目一起走，带着题目一起走。对对对。近期大家可能都很关注 AI 短剧嘛，你有看过 AI 生成的短剧吗？有，我就是喜欢看它那种荒谬的点，比如说就是末日世界的到来，你末日世界到来了之后，你要向上面储备物资，我就很好奇这一段，我还买粮油啊，买大米啊，往那里头存，是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玩策略类的游戏，自己有时候幻想自己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了之后，我要往自己家里塞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带给我的是一种遐想的空间。但我其实实话讲，我没有太多去看那个画面，因为我觉得画面现在做的不是太好吧。那你觉得真人演员最不可替代的是什么呢？不可替代的是它的不确定性，还有就是真人演员的错误性。其实你说我们演一场哭戏，你在这场戏你到底是该哭还是不该哭呢？一场情感戏就一定要流泪吗？还是说一定它是就是眼睛红润就可以？情感的传递不一定非是要通过一些你流泪我就是伤到了，我有可能笑也可以笑得很痛苦，我可能没有一滴泪。而 AI 它有可能它就是一切都被设定好的，你两个在对峙的时候，它可能这个泪它就设定的它纹丝不动的就出来了。那当我们真人演员，你像我们泪出来的时候，它有很多东西的，我有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忍心在你面前哭，或者我的这个泪我不能被你看到，所以这个泪我是必须要克制且回收的，我必须把它含在我的眼中，我等到我彻底的离开了你，在你看不到我的时候，我转身的时候，我的泪可能才下来。那这个东西是 AI 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。申浩南这道菜想做什么？可乐鸡翅，是谁教你的这道菜啊？自学。先天的。先天的，就是从娘胎跟掐下来，马上就说妈妈，我可以做这可乐鸡翅。对对对。OK 了。来看看。哇哦，香吧？还是香的吧？老香了。真的。天晓是不会说假话的，绝对是香的。我也是，我这人非常真诚的，就这个色香味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完美，而且是纯天然的，我没有加一粒额外的添加糖，是不是贼好吃？这一盘卖260块不过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给250的你多加10分。非常好吃，哎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个甜度刚刚好。你觉得就是短剧演员进入综艺赛道是一条可行的破圈路径吗？我觉得它是条路径，但是它不一定破圈。你可以通过综艺这个路径被更多的观众更深层次的了解到你这个人，因为综艺呢，我觉得其实70%都是真的，破圈不破圈，这个真码不准，因为这个东西你得看大家喜不喜欢你，你释放出来的那70%的真能不能够受到观众的喜欢，那你就去赌一赌了。而且我觉得综艺这个东西就是放宽心，自己去玩。手拉手，然后呢？
还不知道未来自己接不接到综艺呢。如果我场场都演的话，我会觉得很累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度假。我好久没有像，就因为今天也是在拍综艺嘛，好久没有像这样就是嘶吼过了。拍戏的比较艰苦的经历讲给10年前的那个重庆的少年听，你觉得他会羡慕现在的你，还是会更会替你心疼？他会说 Who you are 不会的，我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，而且那个时候是我真正开始经历人生很大的转折点的几个时期。我在想，如果在那几年当中我没有经历那些事，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他必须要去经历。好嘞，走吧。今天早上没给到，那你就说一下。那个钥匙。